Hello，大家好，我是可恩。今天这一集会很棒，拼尽所有2026了，我发现很多人还是对 Windows 电脑的印象停留在5年前那个你认为风扇很吵、很会发热、电池掉很快，一拔电性能就往下掉。如果一个不小心选择到了轻薄本，你就注定只能轻办公，不能做 heavy 的东西的那一个年代。讲真的，我问了身边很多朋友，大家都不知道现在 Windows 电脑到底进化到什么样子了。2026了，我真的很怕你们以后只知道 MacBook， 但是不知道 Windows 电脑的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是必须一定要拍，虽然有可能很干货，但是我相信你们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们一定可以明白一些什么，可以知道一些什么，或者搞清楚电脑界。所以我现在手上有2台电脑，一个是 Lenovo Yoga Slim 7，一个是 ASUS ZenBook Air 16，不同品牌、不同价位、不同设计，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用了 Snapdragon X2 处理器。这2台 Snapdragon Laptop 到底强在哪里？不是跑分，而是它竟然可以让 Windows 电脑的体验开始接近 MacBook。它们很安静，它们电池续航很长，它们都很轻薄，而且重点是不用插着电也一样可以玩 game， 这个感觉真的很不 Windows。这些全部都是因为用了 Snapdragon X 系列芯片的关系。那现在我就会跟你们讲，到底这个 Snapdragon X 系列处理器强在哪里？第一，真正的性能。去年开始有一个叫做 ARM 的电脑架构开始成熟，我们叫它做ARM Windows， 它的方向呢就是更省电、更安静、更低发热。简单来讲呢，之前的 Windows Laptop 像 PC、像 Desktop， 而 ARM Windows 就是像一台手机，随开随用，薄而强。目前同样用这 ARM 架构的是 MacBook 啊。2026开始，越来越多 Windows 电脑开始用 ARM 架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Snapdragon X 系列这种芯片。目前我桌子上放着这2台的，就是用这 Snapdragon X 系列芯片。很多人会认为ARM Windows 的电脑它只是省电罢了，但是其实 Snapdragon X2 它最夸张的地方不是省电，它是真的强一下的。根据目前的数据，新的 Orin CPU 单核性能比上一代快39%，而多核性能也提升了50%。可是最重要的是，它在相同功耗下面不止持平，甚至可以压过 Intel 最新的产品。在单核性能上面，它可以讲是目前唯一一个真正可以跟 Apple M 系列竞争的 Windows 处理器。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过去几年 Windows 电脑最大的问题就是高性能就一定等于高功耗，而高功耗你就会得到更热、更吵、更不耐电。但是 Snapdragon X 系列的设计方向就是不用牺牲体验也可以得到性能，这个整个思路就好像当初 Apple 他们设计 Silicon 做的东西是一样的。第二，真正的长续航 ，Snapdragon X 系列真的给到我一种真正意义的 unplugged performance。也就是说，我没有插电，但是它给到我好像插着电的感觉。很多 Intel 和 AMD 的 laptop 在插着电的时候很强，但是你一拔掉充电器，性能就会8%直接掉下去，这个是很正常的。然后系统就会开始限制功耗、压频率、控制温度等等。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经验，当你玩 game 玩到一半的时候，你的游戏突然开始变到卡，然后你的电脑开始变慢，或者是剪片剪到一半它开始 lag， 然后你 export 一条短都变到很慢，又或者你开始听到风扇狂转的声音。而 Snapdragon X 系列处理器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电池模式下面几乎不会发生明显 hiccup 啊，也就是说你插电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体验，你拔掉了还是一样的体验。尤其你是学生、content creator 或者是移动办公的人，你就会很明显的 feel 得到这些 Snapdragon X 系列的电脑，它不只是 portable， 它是真正意义上面的 portable。第三 ，AI 才是 Snapdragon 真正的主战场。现在所有手机品牌、电脑品牌都在讲 AI， 但是首先电脑分成2大种，一种是大家熟悉的联网 AI 功能，比如美图的 P 图啊、图转视频啊、路人消除等等。另外一种是离线 AI 功能，比如 Copilot 的字幕功能、Gemini Nano 的翻译功能、Aria AI 的智能记录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很吃电脑性能的。简单来讲，就是你一开 AI， 电脑就会开始热；如果你运作一些比较重的 AI， 电脑就会开始卡。然后你耗电就会快。但是 Snapdragon X 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把 AI 的工作完全交给独立的 NPU 芯片，也就是 Hexagon NPU， 它专门负责 AI 审图、AI 语音、实时翻译、助手等等的工作。它不像 CPU 或者是 GPU 那样一般的算法， Hexagon NPU 是专门为了 AI 做推理优化的。这里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比如我一边剪片，我一边开了很多个 browser， 然后刚好看这一部法国电影不会听。不用紧可以开 Live Caption 功能的嘛。正常来讲呢，你一定会担心 lag 或者是很吃电，但是你们也看到
它是顺顺去的啊，从此以后都不用再为了 AI 而忍受一台慢的电脑，而是 AI 在后台点点的辅助。第四 ，Windows Laptop 开始变得越来越薄了。OK， 我们现在讲回以前啊，性能顶的电脑，厚、重，风扇很大。很大声。如果是轻薄本的话，不用想 confirm 不能打 game 了，只可以可能回下 email， 看下戏，做下功课，就这样吧。你现在看这两台 Snapdragon X 系列的 laptop，ASUS 的 ZenBook Air 16，16寸大屏，才 1.2kg 重，最薄的地方 13.8mm。Lenovo Yoga Slim 7X 更加轻。1.17kg 吧，最薄的地方也只有 13.9mm。原因其实就是 Snapdragon X2 处理器用的是 TSMC 3mm 工艺制成，所以它功效非常高。各大厂商终于可以不用超大的散热系统、超大的风扇，也可以得到降薄的机身。第五，游戏兼容性。来到了很多人都很担心，ARM Windows 的最大问题就是能不能打 game。还有就是会不会很多 game 或者是 program 不兼容？一句话解释很多人对 ARM Windows 的疑惑，就是你可以把 ARM Windows 理解为把手机芯片做成 Windows 电脑。根据官方表示，目前有超过1500个原生 App 是可以正常运行了的，包括 Adobe 啊、剪映啊、OBS 啊、Discord 等等，就是一般日常的 Apps 都已经是有适配了的啦。所以可以打游戏吗？答案是可以，而且还要是没有插电的情况下玩Dota还有 Counter Strike 一样可以顺畅运行，是很 surprise 一下的。官方数据目前有超过2400款游戏是通过认证可以稳定运行，包括黑神话悟空啦、Call of Duty 啦、GTA 等等。所以兼容性这个问题好像又不是一个问题了哦。好，总结一下，其实我觉得 Snapdragon X 系列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哦，不是它做出来一颗很顶的 CPU， 而是它让 Windows Laptop 的体验出现一种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买 Windows 电脑一定要取舍的，你想要轻薄，你就不要想性能；你想要性能，你就准备好找 charger 听风扇了。但是现在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事情好像可以同时存在了哦。不同品牌、不同设计、不同价位 ，ASUS ZenBook Air 16、Lenovo Yoga Slim 7、Surface Laptop。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安静、轻薄、续航很长，甚至不插电的时候也一样很顺。而这种体验真的很像当年 Apple Silicon 刚出来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2026真的是 Windows Laptop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开始不只是拼规格了，而是终于认真开始做体验了。所以如果你最近想要买电脑的话，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Snapdragon X 系列的电脑。也希望你们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对 Windows 电脑有所改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也希望你们可以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